Well, first of all, it is a Big Bang model.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Big Bang, but the Big Bang was not the beginning. 大爆炸理论，许多人曾信奉的宇宙起源说，告诉我们宇宙从虚无中诞生，标志着它的开始。在此之前，一切皆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然而，近期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发现，却向这个理论投下了一颗疑虑的种子。它挑战了大爆炸理论的有效性，使得我们开始思考，大爆炸或许并非宇宙的真正起始，而时间本身也许并不存在。这个观点得到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的支持，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观念。你可能好奇，韦伯太空望远镜是如何证明时间不存在的呢？然而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探讨一下大爆炸理论存在的缺陷。如果大爆炸理论有误，那么又有哪些替代理论能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演变呢？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宇宙之谜。我们的宇宙从起初的大爆炸开始，已经扩张了超过138亿年，那时宇宙处于一种热密的状态，这就是大爆炸理论。但是，韦伯望远镜最近的图像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图像非常吸引人，但他们却让宇宙学家和天文学家感到担忧。专家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图像与大爆炸理论相矛盾。这个理论长期以来被许多科学家视为正确，在新的数据面前，无疑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堪萨斯大学的天文学家艾里森·科克帕特里克对这一发展感到困扰，他开始质疑之前工作的有效性。问题在于，韦伯望远镜所描绘的星系特征与大爆炸理论存在冲突。这些星系看起来异常小、平滑且出奇的古老。根据大爆炸理论，随着空间的扩张，星系和其他物体应该看起来更大，因为光线被拉伸了。然而，韦伯望远镜的图像却显示，随着距离的增加，星系变得更小，这与理论背道而驰。即使是比我们的银河系更大、更亮的星系，在韦伯望远镜的图像中也比哈勃望远镜之前的观测小2到3倍。此外，这些星系观测到的红移也增加了2到3倍。这些事实进一步挑战了宇宙在大爆炸理论中扩张的假设。这些事实表明，遥远的星系必须非常微小，才能解释这种视觉错觉，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些光滑小巧的星系让扩张的概念站不住脚，因而对大爆炸理论提出了质疑。曾经，大爆炸的支持者们认为，他们的假设需要这些小而密集的星系，也就是被人们戏称为小强星系的存在。这些星系的存在曾经被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所证实。然而，韦伯望远镜的最新图像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反驳了这些微小星系能通过碰撞或扩张成长为更大星系的观点。韦伯望远镜的图像展示了这些星系形成完善的螺旋结构和光滑的盘面，与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星系别无二致。这与预期的由于碰撞导致的扭曲和变形星系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重大的合并，这些微小的星系无法变得比原来大100倍，这表明它们最初并不小。这一发现挑战了扩张宇宙理论预测的光学幻觉，表明没有扩张，因此也没有大爆炸。韦伯望远镜图像中的星系的年龄和风度也对大爆炸理论构成了问题。通过使用红外滤镜，韦伯望远镜可以捕捉到遥远星系的颜色，从而让天文学家估计其中恒星的年龄。根据理论，这些遥远的星系应该代表大爆炸后大约4亿到5亿年的时间。然而，其中一些星系显示的恒星群体超过了10亿岁，这与假设大爆炸之前什么都不存在的观点相矛盾。此外，理论家们预期，随着韦伯望远镜深入太空，回溯到更远的过去，应该观察到的星系会越来越少，最终没有星系，即黑暗时代。然而，图像揭示了即使在理论上的大爆炸后仅几亿年，
也存在像银河系这样大的星系。此外，观测到的红移超过10的星系数量至少比理论家预测的多出10万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如此多大型星系是不太可能的，这对大爆炸理论构成了挑战。这些发现再次让我们对时间这一概念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一些科学家提出，时间只是人类为了区分现在和过去的感知而发明的一种概念。他们认为，时间是由人类的记忆创造的幻觉，暗示着过去和未来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这种观点挑战了时间必须严格向前发展的传统观念。有些大坍缩理论的支持者甚至提出，当宇宙停止扩张并开始收缩时，时间可能会逆转，导致大爆炸观察到的冷却和扩张过程逆转。最终，宇宙会崩溃回到它开始的点。关于大坍缩之后会发生什么，还有许多不确定性。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一些人猜测宇宙可能会重新开始，伴随着另一个大爆炸，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宇宙可能会简单的停止存在。某些理论提出了宇宙的循环性质，这个过程重复多次，创造了多个宇宙。关于时间方向的这一持续辩论促使科学家们质疑时间的基本性质。一些人支持快宇宙概念，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了所谓的时空。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支持的理论，时间和空间是四维结构的一部分，每个事件都在时空中有其位置。这意味着包括过去和未来在内的一切都在时空中共存，使它们与现在一样重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试图解释这个概念。他提出，现实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三维空间，事件随时间展开，或者一个四维空间，其中什么都不改变。如果后者是真的，那么这意味着任何给定时刻的一切都已经存在，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个观点中，时间不再是一种流逝的概念，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然而，我们似乎身处在一种错觉之中，认为过去已经消逝，未来还未到来，唯有现在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观点引领我们感知到变化，并持续地更新我们对时间的认知。英国物理学家朱利安·巴布，一位在时间领域著述丰富的学者，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将我们的经历描绘为一条连续不断的现在，而我们所经历的仅仅是我们大脑当下的状态。他对过去的感知解释为大脑从记忆中提取的印象。巴布在描述时空理论时，将每一个点称为普土尼亚，代表一个现在。他坚信，我们所认知的过去只是大脑创造的幻觉。当我们深入思考巴布的观点时，不禁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他在物理学领域引发了一场震撼。科学家们现在不断思索，假如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世界将会如何？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摒弃时空理论来更好地解读宇宙？这将会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历史上，科学革命对于推动人类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无数次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的突破，都是起源于对旧有理论的怀疑和不满，最终促使新理论的诞生，旧理论被淘汰。起初，人们坚信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这种观念持续了超过1000年。然而，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行的另一个行星。虽然这个观点在初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但在望远镜问世后，日心说得到了证实。牛顿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他解释说，太阳的引力使行星围绕它运行。牛顿的理论主导了科学思想近300年，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新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轨道的不一致现象，并在1919年非洲海岸的一次日食观测中得到了著名的证实。与牛顿将引力视为一种牵引力不同，爱因斯坦将引力视为空间弯曲的结果。他提出，
宇宙中的所有物体都存在于一个称为时空的四维结构中，大质量的物体如太阳使这个结构弯曲，导致行星在轨道上遵循这种弯曲。对观察者来说，这种弯曲表现为牛顿式的引力牵引。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1个多世纪，使其他竞争理论黯然失色。2015年，引力波的发现进一步巩固了它的重要性。然而，就像他的前辈一样，爱因斯坦的理论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挑战，因为它与物理学中另一个主要理论量子理论产生了冲突。众所周知，量子世界充满了特殊性，其中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地方。在20世纪30年代，埃尔温·薛定谔以他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生动地阐释了量子叠加的奇怪本质。实验涉及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有一瓶毒药，连接着一个由量子测量触发的锤子。根据量子物理学，直到进行测量之前，粒子同时存在于2种状态的叠加中，导致了猫同时既活着又死亡的悖论场景。然而，这种量子叠加的图景无法与连续平滑的时空之物相调和。法兰克福高级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萨宾·霍森菲尔德也承认这一冲突。根据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引力场不能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它受到物质和能量的影响，受到曲率的制约。然而，量子物理学表明，物质和能量可以同时存在于多种状态，挑战了传统的局域性概念。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引力场到底在哪里？霍森菲尔德表示，目前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满意答案，这凸显了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调和的当前挑战。当试图合并这2种理论时，数学上的不一致性就会出现。计算有时会产生大于1甚至无穷大的概率，这在物理上没有意义，因此这2种理论在数学上是不兼容的。物理学家们就像历史上的君主寻求联盟一样，现在正在寻找统一的量子引力理论。这一努力旨在调和这2个对立的理论，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和谐。弦理论是这一探索中最著名的提议之一，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离奇的可能性。弦理论提出，微小的振动弦构成了亚原子粒子，如电子和夸克，就像在乐器上弹奏的弦能产生不同的音符一样。弦理论家认为，不同组合的弦创造了各种粒子。这个理论很吸引人，因为它有潜力调和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然而，要使这个理论成立，这些弦必须在11个维度中振动，这比爱因斯坦的时空之物中的4个维度多出7个。目前还没有实验证据支持这些额外维度的存在。虽然这是一个有趣的数学概念，但在没有进行实验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准确描述了我们生活的时空。根据诺丁汉大学的约尔玛·卢卡的说法，弦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物理学家们寻找替代方法，其中一种是圈量子引力。通过圈量子引力，物理学家们挑战了广义相对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时空是一个连续平滑的之物。相反，圈量子引力提出时空由交织的环构成，提供了最小尺度的结构。这可以比作一块乍看平滑的布，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个缝合的网络，或者类似于电脑屏幕上的照片，在放大时由单个像素组成。然而，圈量子引力的挑战在于，当物理学家们说某物很小时，他们指的是极其微小。这些时空的缺陷只有在普朗克尺度下才能观察到，这大约是1亿亿分之1米。1立方厘米空间中的环数量将超过整个可观测宇宙中立方厘米的数量。卢卡表示，如果时空变化仅限于普朗克尺度，那么使用任何粒子加速器来检验这个理论都将是一个挑战。这将需要一个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强大约1000万亿倍的粒子加速器，其大小需要与我们的银河系一样大。然而，来自英国、法国和香港的一组物理学家可能很快就会有一种替代方法来测试这个理论。
他们计划利用含有数十亿色原子的超低温气体，这种气体处于一种被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来研究引力是否具有量子特性。与此同时，宇宙本身提供了另一个场所，用于寻找小型的时空缺陷。从宇宙遥远地区到达我们的光，已经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时空。尽管每个时空缺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与多个缺陷的相互作用可能会积累，最终在如此巨大的距离上产生可观察的效果。过去10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分析来自遥远伽马射线暴的光，以寻找支持圈量子引力的证据。这些宇宙事件发生在巨大恒星在其生命周期结束时坍塌时。然而，霍森菲尔德指出，这些遥远爆炸的光谱中存在无法解释的系统性畸变，不确定这些畸变是在他们的旅程中发生的，还是与爆炸本身有关。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为了取得进展，可能有必要超越爱因斯坦提出的时空是平滑连续之物的概念。根据爱因斯坦，时空就像一个舞台一样保持在一个地方，物体在其中移动，即使没有任何天体，时空仍然存在。然而，物理学家劳伦·弗里德尔、罗伯特·里和乔治·赫尔米尼克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时空并不是独立于其中的物体存在，而是由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所定义。这个观点将时空视为量子世界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与之分离的东西。尽管这个想法初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寻常，但米尼克却将其描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精确方法。模量时空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有潜力解决理论物理学中关于局域性的一个长期问题，以及量子物理学中所谓的纠缠现象。物理学家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将2个粒子聚集在一起，并连接它们的量子特性。即使这些粒子相距甚远，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特性也会瞬间影响另一个粒子，这违反了相对论的原则。爱因斯坦曾经将这种现象称为远距离的鬼魅作用。模量时空理论能够通过重新定义分离的概念来适应这种行为。如果时空从量子世界中涌现，那么量子意义上的接近性就比物理上的接近性更加基本。米尼克解释说，不同的观察者会根据情境对局域性有不同的看法，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感觉与远在天边的亲人更亲近，而不是与住在附近的陌生人。霍森菲尔德补充说，只要这些非局部连接保持相对较小，就是可接受的。弗里德尔、里和米尼克已经在他们的想法上工作了5年，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逐渐取得进展。米尼克强调他们的保守方法，一步一个脚印，但也承认他们研究的诱人和令人兴奋的性质。他们的新颖方法专注于探索受引力影响的量子世界，而不是像 LQG 那样对引力进行量子化。就像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它需要测试，团队目前正在努力将其纳入他们的模型。虽然这可能看起来深奥且只与学术界相关，但它有可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存在与时空密切相关，对时空的理解的任何变化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引力的理解，也会影响整个量子理论。霍森菲尔德解释说，我们所有当前的设备都得益于量子理论，因此更好地理解时空的量子结构会对未来技术产生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可能不会在接下来的50年甚至100年内显现，但它们可能会在未来200年内变得明显。霍森菲尔德用一个君主即将结束统治，新继任者迟迟未到的比喻来形容这种情况。一旦我们确定在各种理论中最有可能的竞争者，理论物理学可能会发生一场革命。天文学家、科学家和物理学家面临着这种情况，必须考虑最佳的行动方案来应对这些想法和发现。与弦理论和环量子引力并行，还有其他几种理论框架和想法被提出，以解开时空和引力的奥秘。这些替代理论为宇宙的基本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中一些包括
因果动态三角测量、涌现引力、渐进安全性、量子图论和非交换几何。因果动态三角测量是一种量子引力方法，它把时空描绘成如织布般的三角形网络。这个理论意在通过这种离散的构建块来描述时空的涌现，并强调时空类事件的因果结构。涌现引力则挑战了引力作为一种基本力的概念，他提出引力是更基本量子相互作用的有效描述。全息原理，一个由弦理论启发的理论，就是一个展现涌现引力的例子。在这个原理中，一个低维的理论可以精确描述一个更高维的时空。渐进安全性则提出引力可能成为基本层面上的一个安全量子场理论。与传统预期不同，这个理论表明，即使在极端尺度下，引力仍然保持良好定义和可预测。量子图论则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时空由图表表示，图表中的节点和边动态的相互作用，产生我们熟悉的时空属性。这个想法探索了将时空理解为类似网络的结构的可能性。非交换几何则挑战了在最小尺度下时空坐标交换的传统概念。这个理论表明，时空显示出非交换性质，可能导致对宇宙之物的根本不同描述。在科学的殿堂里，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彭罗斯和加莱道雄各自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彭罗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对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的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共形循环宇宙论提出宇宙经历无限次的扩张周期，每个周期以一个大爆炸开始，以一个大坍缩结束。同时，他也引入了引力塌缩作为黑洞形成机制的概念，揭示了这些天体的复杂动态。而加莱道雄在弦理论的发展和普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承认弦理论的重要性，但也认识到了他在实验验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他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必要性，比如更强大的粒子加速器，以测试弦理论的预测和含义。加莱道雄对包括环量子引力、涌现引力和其他可能提供关于时空和引力本质新见解的理论持开放态度。科学界在交流观点和探索多样化理论的道路上蓬勃发展。随着研究人员继续深入探究宇宙的奥秘，关于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最有前途的方法的辩论和讨论持续存在。每位科学家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专业知识和视角，为理论物理学的丰富景观做出了贡献，为未来的突破铺平了道路。彭罗斯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挑战了宇宙学界的普遍共识。他认为，那个被广泛接受的大爆炸理论，可能并非我们宇宙的起源。The view I'm taking is that what we regard as the current picture of the universe, but without inflation, without the inflatio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Big Bang, expansion and then the accelerated expansion, is just one eon. I'm calling it an eon, A-E-O-N, which is one of a succession of such eons. 这一震撼的观点，无疑让我们重新思考宇宙的本质和我们的存在意义。彭罗斯对大爆炸理论的怀疑，源于他对宇宙底层原理的深刻理解和解决一些最令人困惑问题的愿望。他坚信，大爆炸理论所面临的许多悖论和问题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其中最让他困扰的问题就是起点问题。在传统的大爆炸理论中，宇宙被认为起源于一个无限密集的点，这个概念充满了数学和概念上的挑战。在这样的起点上，我们所理解的物理定律会崩溃。彭罗斯一直是大爆炸理论的坚定批评者。他的替代提议被称为共形循环宇宙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Conformal cyclic cosmology, or CCC as I sometimes call it, is a cosmological scheme which I introduced in about 2005, sometime around then, which has, I talk about things which are called eons. Now, our present eon would be starting with the Big Bang, the universe expands,
and then it goes into this exponential expansion, which is fairly recently observed, and then that goes on forever. This remote expansion is physically equivalent to another Big Bang. And our Big Bang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mote future of an exponentially expanding previous eon. And the idea is these eons go on and on and on forever, in both directions. 共形循环宇宙理论认为，宇宙经历了一个永恒的宇宙诞生和死亡的循环，每个循环都由一个类似大爆炸的事件启动。这个理念植根于彭罗斯的信念，即宇宙不是以起点开始的，而是无限循环的一部分。在共形循环宇宙学中，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只是这个序列的一部分，这个序列还包括之前的宇宙和之后未来的宇宙。每个循环都以大爆炸开始，随后是扩张、演化，最终是收缩期。在收缩阶段，宇宙继续演化，星系、恒星和其他宇宙结构逐渐消逝。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彭罗斯所称的霍金点，物质转化为光子和引力子。共形循环宇宙学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共形变换的概念。这种变换使得在一个循环的结束和另一个循环的开始之间的边界变得平滑，消除了传统大爆炸理论中困扰人们的起点。通过这种方式，彭罗斯试图解决起点问题，并提供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另一种解释，暗示它来自前一个宇宙的霍金点。虽然彭罗斯的理论在数学上是一致的，并解决了宇宙学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它也面临着一些质疑和批评。一个显著的批评是关于观测证据的问题，目前没有共形循环宇宙学的实证确认，它仍然是一个理论构造。相比之下，大爆炸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观测数据支持，包括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宇宙中星系的分布。彭罗斯承认没有共形循环宇宙学的确凿证据，但强调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他指出，诸如宇宙微波背景中无法解释的冷点等特定观测，表明他的理论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洞见。他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加深，共形循环宇宙学可能会获得实验证据的支持。彭罗斯观点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熵的概念。在共形循环宇宙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定律指出，在封闭系统中，熵或无序随时间增加。在宇宙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每个循环的熵将高于前一个。彭罗斯认为，这与观察到的时间箭头相一致，事件始终从低熵状态向高熵状态发展。批评者认为，熵的增加可能不足以解释宇宙观察到的时间箭头，需要进一步探索以完全证实共形循环宇宙学的这一方面。彭罗斯的观点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理解。他的共形循环宇宙学提供了一个替代视角，解决了大爆炸理论的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虽然这个理论还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来证实，但彭罗斯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思考方向，让我们对宇宙有更深的理解和认知。您现在对此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中告诉我们。感谢您的观看。